横竖都是死，我不如现在就去死！三皇子获罪下狱，圣上许他成婚后再上路。你替你姐姐嫁。父亲舍得把我推出去，就别后悔。20年前，他靠我娘的气运坐上相位，又害死我娘，待我如奴。如今把我也送出去，相府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三皇妃，今儿个委屈你了，要和三皇子在这种阿扎地方成婚。不委屈，劳烦公公引路。三皇子不便出来迎你，还请三皇妃自个儿进去吧。三皇子，红盖头你不嫌，那合卺酒要喝吗？你知道你这一来，就得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吗？知道，但这路由我自己选的。那老狐狸看我一招失势，竟找个冒牌货糊弄。罢了，本就是墙倒众人推，我知你是苦命人，会力保你出去。远郊破庙前有棵杨槐树，树下我差人埋了一箱黄金，我一人死不要紧，不需要旁人陪葬。如今我们成夫妻了，只是这破地方要洞房怪难为情，你的身体现在恐怕也……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只有成了真夫妻，气运才能为他博得生机。当朝皇帝最不喜怪力乱神，他是皇子，肯定也是不屑一顾的。当下的情况，我不想陪他死，也不可能一个人苟活。就算活下来，相府也不会放过我，唯有他也活，我们才有退路。不说这个，你身上的伤，我会一点医术。无耻！三皇子，我娘是医女，也正是这样，当年才救了命悬一线、险些饿死在路边的我爹，结下一段孽缘。这里什么药都没有，看了也白看。我有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保命药，说是关键时刻能救我一命。现在我把这条命给你了。萧凌风，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，我带你出去。你倒不怕白费力气？这几天看你神色好多了，说明没白费。你到底在高兴什么？高兴的事儿有很多，比如嫁了个如意郎君，还有终于不用每天干脏活累活，也不用挨打了。和你成婚这几天，是我过得最舒坦的日子。这样的日子很快也会没有，再不走，可就真没机会了。萧凌风，有的。曹运初，相府来人看你了。
哟，近来这些天，你倒还是全虚全伪的。运初啊，听说圣上最近要下旨了，你爹让我带样东西，为你好，少遭些罪。等赐死诏书下来，你就马上服毒，这药温和，不会太疼。三皇子最少也是砍头，你爹心里还是挂记你的。挂记我？圣上下旨要嫁给三皇子的是嫡姐吧？真记挂我，就不会把我送过来。必死无屈，爹才舍不得我，你这个臭外室生的，何敢替我去死？爹爹已经在为我和太子议亲了，以后我就是太子妃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是吗？我不会替任何人去死。谁打的？讨厌的人。若有朝一日能出去，若能出去，你最想做什么？做皇帝。我许你，就做皇帝。夫君，我要是现在抢来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若死，向父皇求让你活着出去，许你另嫁他人，完璧之身也能得婆家善待，何苦栽在我身上？我娘说，我们族人一生只跟一人。我们喝过合金酒了，萧凌风，我们是夫妻。我说过，你不会死，我会带你出去。快来不及了，夫君，求你信我一次。我同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么多天，就算是清白身子，以后也没人敢要我。我要你活着从这里走出去。我萧凌风半生不曾欠过谁，若出不了这牢门，死前至少还你一个清白身。你要真觉得欠我，那就活着还。萧凌风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若我们活着走出这座大狱，你认不认我是你的妻？认。若能活着出去，此生只认你一个妻子，但我不能。能就行。我的命，你的命，都压在这间牢房里了。你要不愿意赌，你我各服一半毒药。若你愿意赌，今夜我们就是结发夫妻。曹云初，你疯了！疯了的女人，你认不认？记住你说的话，若真有气运一说，今日之后，我萧凌风的命分你一半。把西边的门打开，快点！宫里来人了！齐公公来此，是圣旨到了。上尉，皇上今夜不适，太医院的人全进了养心殿，贵妃娘娘守在跟前，其余嫔妃一概不得进前。老奴来是跟三皇子说一声，皇上的病来得急，宫里宫外消息都封着，太子和相府那边也还没得着信儿，但这事儿封不了太久，最迟明日必有旨意出来。是赐死，还是赦免？
皇上病中念了几句话，老奴在跟前听见了。皇上问的是纯妃娘娘。齐公公，你能进来，想必也能出去。我只问您一句话：皇上若念着纯妃娘娘，那他的儿子，他是想护还是不想护？老奴该回去了。三皇子、三皇妃，二位早些休息。三皇妃，若有话，最好今晚说完。他是什么意思？为何方才那话，像是我们还有活路？不是像有活路，是真的有。我娘一族与旁人不同，族中女儿生来便带气运，能隐约感知命数的走向。白日里齐公公来时，我看你身上死气沉沉，没有半分生机。可方才他再来，你身上的死气散了。你是说，皇帝不会杀我？我是说，天命开了道缝，能不能挤出去，还得看你我。曹云初，你当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圣旨到！三皇子萧凌风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公有恙，思过自省，念祖宗之德，免臣民之苦，大赦天下。三皇子萧凌风着即开示，复其封爵，回皇子府安置。三皇妃伴驾有功，一同开示。三皇妃，请起。你说过我死不了，你赌赢了。出狱之前，我有句话问你。那日在牢中，你说你信我，出了这大门，还作数吗？作数。外面太子和皇贵妃不会放过我，你爹是太子党，你跟我走出去，就等于和父族划清界限。三皇子是在替我担心，还是在试探我？我娘的事我一笔一笔都记住，这账我一个人算不了，我需要一个人站在我旁边。你觉得你算吗？我会记住你替我赌的这条路。出了这大门，才是真正的赌局。我赌你赢。三皇子平安出狱，可喜可贺。老夫得知消息，连夜便赶来相迎。丞相大人带了这么多人来接，是来接本皇子出狱，还是来验尸？三皇子说笑了，我们运出嫁进皇子府，便是三皇子的人了。做长辈的哪有不盼着女婿好的？运出，你受苦了，跟娘回府吧，我给你炖了鸡汤压惊。不劳主母费心，我既已出嫁，便随夫君回府。你，曹运初，我娘好心接你，你摆什么架子？你以为攀上三皇子就算飞上枝头了？三弟，父皇病中念你，特下大赦，你出来便好。母妃在宫中备了宴，你随我入宫一趟吧。太子殿下的消息倒是灵通，圣旨天未亮到的，太子殿下天刚亮就到了大狱门口，是齐公公递的信，还是殿下昨晚就在狱外候着？三弟说话还是这般不留情面。走吧，母妃还在宫里等着。你这些日子受苦了，回去好好养养。
皇贵妃娘娘等了本皇子这么久，是盼着我死在牢里，还是盼着我活着出来，好让她在父皇面前再演一次？萧凌风，你莫要不知好歹，父皇病重，大权迟早怎样？太子殿下是想说父皇病重，皇位迟早是你的，让本皇子识相低头？太子殿下不必为难，本皇子刚从牢里出来，身上晦气重，就不进宫给父皇和皇贵妃添堵了。丞相大人，天色还早，不必送了。娘，那个贱人，她凭什么？相府押错了宝，我的好爹已经感觉到了。脖子上，谁打的？不碍事，牢里磕碰的。军中的金疮药。你脖子的印子是指甲划的，是个女人。大狱里能进探视的女眷，只有相府的人。你嫡母来过？她来了，给我送东西。送了什么东西？毒。她说这是穿肠散，花在水里无色无味，一份量能毒死一头牛。她让你给我下毒，你拿回来了。留着，瓶子上有他经手的痕迹，这是物证，日后能定死他。去查2件事：第一，相府主母梁氏是从哪里拿到的穿肠散？查他的药铺、贴身丫鬟。第二，太子与相府议婚是从何日开始？把提亲之人的底细给我翻出来。是。你为什么觉得太子议婚有问题？你爹是丞相，太子是储君，这样的联姻，父皇在世时绝不会准。但你爹的胆子忽大忽小，没人撑腰，他不敢压太子的注。有人牵线，但不是皇贵妃。皇贵妃巴不得太子娶个无权无势的，所以推这门亲的另有其人。这个人，才是我该盯的靶子。你方才没有全说，他打你不只是为了逼你下毒。笑什么？笑你说对了，我不会忘记跟你说过的那些话，但往后我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正好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殿下，府里的人换过了，阴下雨第2天，内务部就调了新人，旧人都打发去了城郊庄子。不是杀意，是盯着的目光。那就让他们盯着。恭迎殿下回府，热水已备好。殿下是先沐浴还是先用膳？先沐浴，饭食送到正屋，不用备酒。是。
别喝。茶被动了手脚，蒙汗药或弥散，剂量不大，足够让人昏沉1个时辰。查今晚府里所有人进府前的动向，重点是厨房和茶水房，查到之后不必拿人，盯死就行。你觉得是谁的人？能在内务府换掉我全府仆役的，只有2股势力。皇贵妃管着内务人事，太子有调动印玺。2股可能是同一股。皇贵妃不会亲自塞人，要塞也是太子经手。殿下，宫里来人了，齐公公亲自传口谕，请您和皇妃今夜入宫侍疾。告诉他，我伤重未愈，行动不便，今夜无法入宫，请齐公公代我向父皇告罪。殿下，齐公公说皇上有旨意，不是请，是诏。公公看见了，我实在伤重，若父皇怪罪，就让我明日亲自向父皇请罪。三殿下好好养伤，老奴回宫带您向圣上请罪。太子今晚一定派人来探虚实，他让齐公公来传召，就是想看我是真伤还是假伤。那就让他探，他的人来探虚实，我们正好给他装一个虚实。不如再往深走一步，太子最怕什么，我们就让他收到什么。他怕你重新得宠，那就散出消息，说你已连夜见过皇上，皇上答应把禁军交给你。曹运初，你比我原以为的还要能干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殿下教得好，在大狱里待半个月，什么都能学会。凭什么曹运初能嫁给三皇子？他明明该死在大狱里的！你小声些，这话传出去，丞相府上下都要掉脑袋。我不要嫁太子，他那张脸我看一眼都恶心。曹运初现在成了三皇妃，我就要嫁个丑货！再丑也是太子，你嫁过去，将来就是皇后。她嫁的不过是个刚从大狱里爬出来的，她再俊还能俊出一座江山来。女人这辈子靠脸有什么用？等太子登基，你是皇后，他见了你还不是要跪？闹够没有？爹，圣上病重，储位未稳，相府压在太子身上的筹码已经太多，你若临阵反悔，太子第一个不会放过我们。老爷，三皇子那边，三皇子能从大狱里出来，说明圣上还惦记着他。但太子经营多年，岂是他能轻易撼动的？可也不能把路堵死。太子妃的位置不能丢。至于三皇子那里，能教好就教好，不能再像今日那样蠢到当街失态。那曹运初呢？就让他白白占着三皇妃的位置。她是相府女儿，她若得势，相府也能沾光；可她若不识抬举，就让她知道，没有相府，她什么都不是。春桃，去打听三皇子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香，什么茶，身边有没有通房，都给我打听清楚。小姐，您不是要嫁太子？我要做太子妃，不代表我要输给曹运初。是。小姐，宫里又来消息，皇上病势更重，召皇子入宫侍疾，三皇子府那边也要进宫。拿我的衣服来。小姐，您还未同太子成亲，按规矩，我是未来太子妃，圣上病重，我入宫尽孝，有何不可？曹运初能去的地方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皇上召诸位殿下进去。父皇儿臣不孝。老三，儿臣在。都退下。父皇，退下。
就是你陪他进的大狱？是。比许多人强。你恨朕吗？父皇既然都知道，又何必问儿臣？母妃死的时候手很冷，他们说她病死的，可儿臣不信。皇贵妃一日不死，儿臣就一日放不下。果然像他。皇上，快传太医！都让开！让他试。三殿下，这可是龙体！太医从偏殿跑过来，父皇还有几口气等。齐公公，把皇上的头扶正，别让痰堵住喉。照做。你会医？略懂皮毛。太医院那群废物，皮毛都没有，谁教你的？幼时我娘身子不好，久病成医。你倒是捡了个有本事的。方才朕问你恨不恨朕，你答得很好，没拿假话糊弄朕。父皇想听的，从来不是儿臣的真话，所以朕今日想听一次。晚了。父皇不宜动气，儿臣去殿外候着。你留下。有事便喊。你怕朕吗？怕。怕还敢冲上来？皇上若在我眼前断气，三殿下会更难。你倒是半点不掩饰。民女今日能跪在这里，是因三殿下。我没有那么大的忠心，我只盼他活。他这些年身边没几个盼他活的人，你觉得朕与他父子间的嫌结如何能抹去？抹不掉。死了的人活不过来，受过的苦也不能当没发生。皇上若只想听一句父子和好，是骗自己，也是逼三殿下咽下旧恨。大胆！我还有更大胆的。您说心中有纯妃娘娘，为她空置后位多年，有些感情要表达出来才是真，藏在心里是假。您病天后，皇贵妃和太子会给她留活路吗？您当年没护住纯妃，现在有机会护住您和他的儿子。三王妃，今日殿中之言，万不可再对第二人提起。公公放心，我惜命。三殿下方才往御花园那边去了。殿下，我知道从前是我不懂事，可我也是被害的呀。让开！我不让。那日若不是他把我推进水里，趁乱换了花轿，嫁给你的人本该是我。他娘不过是父亲养在外头的女人，连妾都算不上，说难听些就是个野种。殿下，你难道真要为了那样一个低贱女人，认下这桩被人算计来的婚事？说完了吗？可她是外室女，她配不上。配不配，本殿说了算。她现在是三皇妃，以后也是。你再敢对她说一个贱字，不必等她动手，本殿先拔了你的舌头。出来吧。曹玉初，你偷听！听到了。本殿只说一次，三皇妃的位置是她的，三皇子府的漕运出人是她。以后谁敢再论她出身，本殿查到一处，处置一处。走。你方才说的那些话，
是真心话，还是气曹营营？本殿从不说气话。可你说过，大狱里让我找退路，今后还有反。那是从前。从你跪在御前替本殿求太子之位时起，便没有退路了。你知道了。齐公公是父皇的人，也是本殿的人。你说的每句，本殿都知道。你有7分真心留不住，本殿不急。留不住的那7分，本殿来替你收。殿下！老皇帝撑不住了。圣上并天！齐公公，遗诏在哪儿？先帝遗诏，众皇子、宗亲、文武跪听。朕承天命御疾37载，临终之际，念社稷之重，思继统之要。皇长子萧策，仁孝有余，然气量不足，非继统之才。你说什么？皇三子萧凌风聪明睿达，才德兼备，朕本属意于他。不可能！齐世恒，你大胆，竟敢矫诏！然三子年幼，尚需历练，今传位于皇二子萧玉，诸皇子当同心辅政，共保大萧江山。钦此。大哥，遗诏你听见了？父皇说我气量不足，我认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你连对父皇评一句不足的资格都没有。萧玉，你敢？我敢什么？父皇遗诏在此，你想抗旨吗？齐公公，先帝可还有别的话？先帝还有口谕，太子萧策性情骄纵，结党营私，说即日削去太子之位，封安乐王，无诏不得入京。好得很！父皇，你到死都在算计我，你也没赢。诸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朕继位后，一切以先帝遗诏为准，辅政之人，明日早朝再议。皇上又留你说话了。一连7日，日日传诏。今日又问兵部几位老臣与太子旧部可有往来，还问你父亲近日可曾登门？你怎么答的？赵师大，曹丞相闭门谢客，并未走动。他会信？萧玉最大的敌人从来都是你。遗诏上那4个字是催命符。萧玉能改遗诏，就能改局，也能杀人。他传召你议什么事？商议削藩，要我拟一份与安乐王有往来的藩王名录。末尾的空白留给你父亲的。曹植人是太子党，萧玉要动弹，只是迟早的事。名单明日呈上去之前，你自己决定，他的名字写还是不写。殿下，娘娘，曹丞相独自一人，未有拜帖，在侧门外候着。让他等着。来的倒是快。臣是来求三皇妃的。丞相大人有什么事，能求到我一个外嫁女头上？运初，爹知道对不住你，可相府大难临头，只有你能救曹家。莹莹和太子的婚事黄了，臣想把莹莹送进三皇子府。她是相府嫡女，送进来做妾？不是做妾。不是做妾，那丞相大人的意思是做正妃。运初，莹莹是嫡出，你是外室所生，这尊卑
如今坐在三皇妃位置上的是我。你让一步，让她做正妃，你做侧妃。你若肯向萧逸认下当初抢婚的罪过，把正妃之位让出来，相府和三皇子府就都保住了。让我向萧玉认罪，褫夺正妃之位，然后让曹莹莹风光嫁进来。在曹家养你多年的份上，我娘是怎么死的？我在相府过的什么日子？是不是觉得我和我娘一样，这辈子就活该给你们铺路？娘，命薄。好，你答应了？我好好考虑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丞相大人请回。送客。娘，你再等等，那些欠你的，女儿一笔一笔，全都要他们还回来。运初，你回来了，爹方才说错话了。你娘若泉下有知，也不愿看曹家满门倾覆。你还敢提我娘？当年你连赴京盘缠都凑不齐，是我娘把嫁妆全给了你，夜夜点灯替你抄书，明知一族气运不能轻用，还是求祖宗庇佑你金榜题名。这些陈年旧事，你从何处听来的？我娘临死前说的。她说她不后悔帮你，只后悔信你。她记得你高中回来抱着她说此生绝不负她，也记得你娶梁氏那日，只派婆子送来20两银子让她别闹。我那时身不由己，梁家能助我在朝中站稳，所以我娘就该藏在庄子里。她有了身孕，求你接她进府，你就装作听不见。我每月都让夫人送月钱，要钱流水一样花出去。闭嘴！这是当年庄子管事的账，相府拨的银子，进门便被梁氏身边的嬷嬷拿走，那些人参鹿茸全变成了梁氏的金钗和曹莹莹的玉镯。你胡说！夫人心善，还给她办了后事。我娘断气第2日，梁氏才派人去收尸，因为她听说肚子里是个男胎，怕闹出丑闻。那年冬天，我娘高热3日，婆子跪在相府门口求药。梁氏说忙着替莹莹办生辰宴，没空理一个外事。等药送到，药包里的还是受潮发霉的陈药。都是下人办事不力。那我娘临死前让人送给你的信呢？她求你去见最后一面，求你救救她腹中的孩子。那封信你看过？你知道她快死了，你知道她肚子里还有你的儿子，你没去，因为那天梁家过府，你要陪着岳家演夫妻和睦。他本就命薄，便是我去了，也未必救得回来。曹知人，从今日起，你我父女情分一刀两断，往后我再见你，不会叫爹，只会叫债主。你想做什么？清算，你欠我娘的，我弟弟的，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你最好活久一点，别在我动手前就被萧玉砍了。云初，你别忘了，你也姓曹。很快就不会了。掉头，不回府吗？去宫门，我要见萧玉。曹相倒是忠心，臣愿替陛下清理余孽。前太子那些人会信你？让曹莹莹嫁进三皇子府，前太子党必会借她接近老三，谁露头，朕便砍谁。可是三皇妃如今是圣旨赐的是曹家女，谁抢了谁的亲，曹相心里不清楚。皇兄想让我做儿，不是你，是曹莹莹。她若入你府中，必有人坐不住。我府中已有正妃，当日花轿进错门，满京城都说是庶女抢婚，
御史台明日便可弹劾他欺君。曹知人有个心思，你若不帮，朕只能依法办事，杖责流放，或赐死。皇兄登基数日，已经很会做皇帝了，朕只要结果。我接。宫里有事，你有话就说。皇兄让我换取曹莹莹，你答应了。大狱里同生共死是我，替你进宫求生的是我，到头来，一句圣旨本该赐嫡女，我变成了偷来的。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皇妃，不许进来！你再说一遍。曹运初错了就该归位，曹莹莹入府是拨乱反正。写休书。你要娶曹莹莹，我不拦你。休书给我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怎么，连这点担当都没有？我不写。那你让我留在府里看你们拜堂吗？萧凌风，别学曹知人，一边得了便宜，一边装无辜。你不是我的妾，从今夜起，你是自由身，想去哪里，三皇子府无人拦你。自由身，连被休都不配吗？府中库房你可随意取。用不着，我曹运初不是叫花子，不拿施舍。萧凌风，你今日把话说绝了，以后就别后悔。不会。滚！皇妃，别叫了。从今夜起，我不再是三皇妃了。您别这样，殿下许是一时糊涂。他不糊涂，他说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既然是错，我便不留在这里碍他的眼。你要去哪儿？离开三皇子府。小姐，奴婢跟您走。跟我走，吃风喝土，还是陪我亡命？您拿这个做什么？挖坟。萧凌风，你既不要我，你的保命钱我便收下了。谁？走走走，没空房。有钱就有路，曹家欠的血债，总该有人来讨。
姑娘有什么吩咐，只管开口。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我想找几个办事的人，靠得住，嘴严，身上有功夫。姑娘说的事儿我不太明白。你明白得很。开客栈的、三教九流都见过。我要找的是真能替人消灾的，不是打手混混。有门路，银子好说。姑娘要找这样的人，得往城西铜锣巷走，巷尾有个酒铺子，掌柜的姓马，道上说。多谢指点，这几天先住你这里，房钱日结。从前在相府，曹知人要除掉碍事的官，自有幕僚替他找到。梁氏要整治哪个妾室，只需递句话。可轮到我自己，没有名帖，没有引荐人，连赌房都进不去。铜锣巷你也敢编？曹家姑娘你也敢骗？滚！2碗馄饨多放辣。铜锣巷也敢编，曹家姑娘你也敢骗？他们说的是我。从昨夜到现在，我分明一个人行动。相府巴不得我死在外面，狗皇帝更不会费心思管戚父死我。还能是谁？不是普通武夫，是军中的路数。萧凌风的亲卫也是这般身姿。你让我走，又派人守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你嫌婚事是错，又不想我死于非命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娘在世时，药婆子说过，女子体寒，若有孕，旁的反应倒罢了，但是这陈藕最瞒不住人。我刚准备买凶杀人，刚把黄金搬进客栈，刚下定决心跟相府鱼死网破，你就给我肚里塞了一个。姑娘，午饭要不要给您端上来？不用，我出去吃。我得吃饭，得活着，得想法子避开那2个人的眼睛找大夫。相府的仇不能不报，可这孩子，娘，我该怎么办？不是病，喜脉1月有余。近日劳累受惊，胎气不稳，既寒凉，既大悲大怒，既刀兵血光。姑娘若有家人？没有。今日之事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医者口风比棺材板还紧。别怕，娘带你走。六婶儿，你娘呢？娘早没了。回来就好。你娘那屋塌了半边，先去我家喝水。没事儿，
我能修。等屋子修好，咱们就有家了。丫头，你跟婶子说实话，这孩子他爹在哪儿？死了。你这孩子，命怎么比你娘还苦？说是死了男人，怎么不带笑？怕不是给人做小，被正头娘子赶出来的。夏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来？你怀着身子，不能干重活。这些天就当我雇你干活，我这辈子只想守着这小崽子过了。我明儿个还来。云初，再等一等。京城如今热闹得很，萧玉封三皇子为成王，成王府前几日大婚，娶的哪家？丞相府嫡女曹莹莹，红绸铺了半条街。那成王生得跟神仙似的，曹家嫡女真是好命。丫头，晚上来婶子家吃饭。不去了，锅里还有粥。那都是京城人的事儿，离咱们远着呢。是远。六婶，我先进屋了。你爹不要脸，你也跟着欺负我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若是觉得我可怜，明日便不用来了。我明日还来。夏大哥，你可曾娶妻？若我说我想试试二嫁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方才说笑的。夏大哥以后还是只当我雇你。王爷呢？王爷去书房了。王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我是成王妃。若嫌王府规矩多，可以回相府住。都嫁进来了，连房都没圆。他根本不碰我，我连书房都进不去。你姿态放软些，哭一哭，病一病，再不行就下药。只要有了孩子，你这王妃才算做回。下药？到了。王爷，这是妾身亲手。连碗一起扔出去。
萧凌风，这可是皇上赐婚，我才是你的王妃。本王也劝你别忘了，皇上能赐婚，也能赐罪。爹，是前太子的人，他们说女儿背叛。回王府去，若有人再找你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能把线塞进庄里，就能把刀塞进女儿床上。你自己抢的婚事，萧凌风总不能看着他的王妃被人杀了。相爷，西院库房那几箱旧物。闭嘴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曹之人果然齐了，心不全，暂时不能动他。王口放得宽些，他们才敢互相递消息。前太子若还活着，一定会有这条线，曹莹莹会被盯上。这不正是三弟要的？臣要的是救党现行，不是无关人枉死。三弟何时这般仁慈？他有孕。村中六婶已被请去照看，王妃近日气色不佳。王爷，皇上急召，前太子旧部今夜在西市露头。村中来报，王妃夜里动了胎气。备马。我要见曹之仁，还有曹莹莹、梁氏，他们如今都关在你手里吧？在，回去就安排。现在就安排？你答应过，等回了京，这笔账怎么算我说了算。我要先见他们，我不是在同你商量。见他们之前，有件事我得先跟你说。曹莹莹入成王府是局，萧玉以抢婚罪相逼，要我把你也送进牢里。我不应，他便要我娶曹莹莹。我若连这也拒了，他会亲自下旨拿你。所以我配合他演了这出戏，让曹莹莹入府，让她以为自己是成王妃，让相府和萧玉都以为我当真舍弃了你。只有他们信了，你才能脱身。萧凌风，你把我赶出府那天，说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那是故意说给暗处的人听。可我不知道，我一个人收拾包袱，一个人挖金子，一个人租马车，你不知道。我蹲在杨槐树下刨土的时候想什么，你想过吗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宫里的人盯着，你身边任何一个反常都会被报上去。所以你让我一个人揣着孩子，在村里熬到快生产。萧凌风，我不欠你的，从头到尾替你挡了多少风，这次你却连一句实话都不肯给我。别过来！出什么事了？京里乱了。怎么乱了？
皇太妃没了，说是自缢，前太子旧党作乱，他受不住惊吓。也有人说是怕牵连。前太子呢？跑了，有人接应，趁夜逃出去的。如今皇上震怒，成王奉旨清查逆党，抓了不少人。丞相府也出事了，何府下狱，一个都没放过。曹植仁也在。在，夫人、下人，还有成王妃。你若想知道成王，不想。京城离这里远，他们的生死荣辱与我无关。可丞相府是你娘家的门第。我没有娘家。京里还会乱，夜里把门拴好，若有什么事，就敲墙。多谢。我曾以为自己是被舍弃的那一个，如今所有线都绕回来了。曹莹莹入局，丞相府下狱，前太子出逃，皇太妃自缢。若这一切都在他与萧玉的算计里，那我为什么偏偏被赶在风暴前离开？也许我从来不是弃子，而是被他亲手推出局外的人。人都走了，你还做这些做什么？他月份大，万一回来住，省得再费力。他托我照看屋子，若有人问，就说去京里投亲了。往后他派人回来取东西，你开门，旁人来打听，别让进。昨夜那马车可气派，不像寻常人家。我早说那小娘子来历不干净，挺着肚子一个人住，如今又被贵人接走。夏晴天天往他院里跑，怕不是白忙活一场。夏家小子，我们也没说你什么。那就别说他，他住在这里，没欠过谁一粒米一文钱，嘴里再不净，我去李正面前问问，村规管不管嚼妇人舌根？京城到了，我知道。该讨的债也到了。从明日起，你不必再来了。因为我昨天说的话。不是，我快要生产了，六婶答应过来陪我，这些银子够你在镇上租间铺面，不必再给人劈柴打短工。我从来没想过要你的银子，这些时日是我自己愿意来的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但银子我不要。夏大哥，你明日若还要来，便来道个别吧，后日就不必了。夜里关紧门窗，这几日村里来了几个生面孔，穿得齐整，不像商人也不像农夫，有人在暗处盯着咱们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吧。六婶，六婶！哎呀！你这是着急上火了，从今儿起我就住过来，省得你半夜发作没人帮衬。
我回去收拾收拾行李。先别睡，待会儿路上睡。是我。成王殿下深夜入民宅，是嫌萧玉给的差事太少，还是嫌我这乡下屋子晦气？我接你回京。接我？你亲口说一开始就是错的，也是你让我走的。如今我和你毫无瓜葛。云初，别这么叫我。成王妃在京中大牢里，你若缺人伺候，去牢里接曹莹莹。曹姑娘，你屋里有人？老人家，睡吧，无事。这些日子，窗外的人都是你的人。是。你一直知道我在哪里。是。你看着我买米劈柴请稳婆，夜里疼得睡不着。我让人护着你。把人出府，再派几个影子跟在后头，这叫祸。我若当时留你，你会被卷进去。你连问都不问我，就替我选了路。我不回去，你走。成王府库中失了一箱黄金，若按律追究，足够让官府来拿人。你拿这个威胁我？你若不肯跟我回京，我只能如此。那你去告，让官府来抓我，与你那位正经王妃关在一处，也算热闹。你今日动了胎气，村里没有药，没有大夫，你若半夜发动，出一点差错，我赶不到。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先跟我回去，京里有人有药，等你平安生下孩子，要走要骂要同我算账，我都忍。萧凌风，你混账！主子，马车已备好。我自己会去。你若困了就睡。萧凌风，等回了京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好。恭迎王妃回府。曹莹莹住过的院子清干净了？她没住进主院，偏院有人守着。那也清。你先歇着，想骂我歇好了再骂。饿不饿？我睡了多久？一整日。我想去牢狱。你身子虚，牢里阴冷污秽。我没那么娇贵。曹之人、梁氏、曹莹莹都在，跑不了。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我不是回来享福，也不是回来听人叫王妃。萧凌风，我要先见他们。吃点东西，我带你去。启禀王爷，夜里风凉，侧妃娘娘的身子……记清楚了，成王府里没有侧妃，只有一位王妃。往后谁若再叫错一个字，自己去暗卫营领死。是，奴才该死，王妃赎罪。若不舒服，立刻出去。少废话。王爷，人都在里面。贱人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曹云初，你怎么还没死？你怎么还敢回来？你都活着，我为什么不敢？
怀了他的孩子。原来如此，什么引我入府成王妃全是假的，你从来没想娶我。你也配？他一个外室生的贱种就配，我早该在他临界前弄死他。早知道他有这个孩子，就该让他连这个孩子都保不住。王爷息怒，他疯了。王爷，允初到底是我女儿，求您看在允初的份上。看在我的份上，你也知道我是你女儿。你先出去。不行，你在，他们不敢说。我有些账，也不好算。好，门不许开，他若有半点不适，立刻叫我。是。允初，好女儿，你总算肯单独见爹了。丞相大人别乱认亲，我这个女儿不是早被你卖给三皇子陪葬了吗？那不是爹的本意，允初，爹也是被逼的，是前太子。爹，你同他说这些做什么？允初，只要你开口，成王会留我一条命的。先说说前太子怎么逼你？圣旨赐婚本就是前太子的主意，他想让相府同三皇子绑在一起。那时前太子许诺我，只要三皇子一死，便保相府无忧。爹，你不是说是曹运初命贱，嫁过去正好挡灾吗？你懂什么？赐婚一事我知道了，成王获罪下狱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皇贵妃的毒不是三皇子下的，前太子让人在皇贵妃药膳里动手脚，又把线索引到三皇子身上。我只是替前太子递过一次药，那人进过御膳房，后来就死了。递人的是你，压住太子的是你，送女儿去陪葬的是你，如今败了，倒全是别人逼你。可我手里有证据，前太子同我往来的密信不止你们搜出来那半封，相府书房暗格里还有印信、幕僚名册，还有前太子亲笔信。爹，你疯了！你还想着怎么办？他自身难保。暗格在哪儿？书房东墙第3排书架最下面那本周礼后头有一块活砖，印信名册都在里面。允初，好女儿，爹把命都交到你手里了，你去同成王说，爹愿意指认前太子。你不是把命交到我手里，你的命早该交给律法，交给你害过的人。允初，我知道错了。曹运初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着曹家的血，你若逼死亲父，天下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。逼死他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他的贪心，是你们一家子的恶。把他的话一字不落记下来，交成王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听你们亲口说。允初，陈年旧事还有什么可提的？我娘病死在庄子上那年，相府拨下去的药钱到底去了哪里？我怎么记得一个外室的药钱，谁会记得那么清楚？不记得，那我替你们记。相府每月拨药钱20两，进庄子只剩2两，其余的换成了你头上的金簪，换成了他腕上的玉镯。什么意思，夫人？不是你说月钱和药钱都送到了吗？老爷，我只是让下人经手，我怎么知道底下人会不会克扣？娘，你不是说那女人本就活不长？你们瞒着我。他临死前人送信求你最后一面，那封信你看过，你没去。老爷，都是旧事了，眼下保命要紧。还敢跟我提保命？若不是你私扣药钱，事情怎会闹到今日？怪我！若不是你把那个女人养在外头，何来这些祸事？不怪你们！若不是你们非要推曹运初去替嫁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？问完了。问完了。王爷，方才也按曹知人所言，从相府暗格中取回印信、名册和前太子亲笔信，证据俱在。传本王令：曹知人勾结废太子，构陷皇子，隐匿逆党书信，押入重狱待审。梁氏私扣药钱，逼死良民，欺瞒主家，一并递交刑部。曹莹莹单独关押，听候发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们逼我的，是我爹，是我娘。允初，你当真要看着我去死？你欠我娘的，不该由我来生。够了，回去。王爷、王妃，出事了。说，曹莹莹在移交刑部途中，趁押送混乱挣脱锁链，想逃回相府取东西。她刚进永安坊后巷，就被前太子旧部灭口了。曹知人和梁氏呢？
已押入重狱，等候刑部会审。前太子的人突然动手，像是怕曹家再吐出别的东西。他这一生最信的就是自己那点嫡女身份，到头来谁也救不了他。前太子的人既然敢在这个时候灭口，就说明他们急了，也说明网该收了。人在哪条街？永安坊后巷，曹莹莹出狱后有人接应，她认得那人，跟着进了巷子。半个时辰后，被人拖出来丢在雪地里。接应的人呢？属下留了活口。我去就回，你在府里等我。前太子感动曹莹莹，必定以为城中还有他的人。你别只带暗卫，去调禁军。已经调了。运初，这一局，从他踏出牢门起，就该收网了。关门，等我。抓到了！抓到了。他躲在永安坊废宅里，曹莹莹见了他，哭喊让他带他走，说自己还是相府嫡女，能召集曹家就当。曹家都没了，他还以为嫡女2个字能买命。前太子怒极，亲手杀了他，命人抛尸街上，行踪因此暴露。他身边20余名旧捕一并拿下，并搜出名册密信，京中暗藏的太子党都在上面了。萧玉会很高兴。你如今是萧玉跟前的大功臣，不去宫里应酬，日日守着我做什么？功臣2个字，听着不吉利。运初，太子党清完了，疼。他踢你。中秋家宴，陛下请成王与王妃一同入宫赏月。别碰！上头还能淬毒不成？成王殿下如今胆子倒小，一张帖子就吓成这样。你若没怀着孩子，我不怕。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瓷娃娃。瓷娃娃碎了还能？苦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？你夜里喊苦的时候。不是疼。你是他爹，又不是外人，怕什么？叫一声，兴许他认得你。孩子，我是爹爹。若是女儿，定然像你。若是寻常人家的女儿，我自然喜欢。可我这族女子生来不寻常，气运是馈赠，也是枷锁，所以我盼他是儿子。或许这命数到我这里就断了。那便护着她。若真是女儿，我也会护住她。
王妃，外头来了2队禁军，说是皇上惦念王爷与王妃，特命他们护送入宫。多少人？24个，领头的是谢林。看来皇上对这场家宴倒是真上心。若我说身子不适呢？他们会请太医来，太医会说中秋团圆，宫中备了软教与安胎药。倒是想得周全。我可以抗旨不入宫，让外头那24把刀有名正言顺的理由。递来的不是请帖，是绳索，我们看得见，却必须往脖子上套。王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车驾已候在门外。去吧。慢些。林芳，今晚若真出事，你不要只顾我。闭嘴！我带你去，也会带你回来。王爷，王妃到了。臣奉皇命，请成王殿下、王妃娘娘入宫赴中秋家宴。谢统领亲自来请，本王受宠若惊。皇上看重殿下手足之情，臣不敢怠慢。三弟总算来了，朕还以为你路上舍不得王妃受累，要走得更慢些。臣弟来迟，请皇兄恕罪。家宴而已，你我兄弟若讲这些虚礼，倒叫旁人看笑话。请。若不是入宫前那2队禁军，我几乎要信了。当年三弟性子最倔，父皇罚你抄书，你偏要抄到天亮。皇兄记性好。皇后，臣妾在。王妃有孕辛苦，你多照看些。朕与三弟还想单独说几句。三弟，随朕去暖阁坐坐。王妃身子不适，臣弟先送她回府，改日再入宫请罪。改日便不是今日了。王妃月份大了，本宫带你去偏殿歇歇，那里备了软榻和安胎汤。不必了，他不离开我视线。三弟这是做什么？皇后好意照看弟妹，倒成了朕要抢不成？王妃身子不便，本宫只是……她不便，我便陪她回去，不必劳烦皇后娘娘。三弟，你自小就是这个性子。父皇当年赐你和田玉，你偏说颜色不正，当着满殿宫人退了回去。朕当时想，这弟弟怎么这般不知好歹？后来朕才明白，你不是不知好歹，你是不信任。那今日呢？朕请自家兄弟中秋团聚，皇后亲自照看弟妹，你拦着不放，是不信朕，还是不信朕的皇后？林芳，我确实累了，皇后娘娘一片好意，我去偏殿歇一歇便是。云初，别让人看清了成王府。半个时辰，若我不来，你便发作胎痛。臣父交与皇后娘娘照看，请娘娘好生看顾。王爷放心，这就对了。来，跟朕去暖阁。
王妃，随本宫来吧。王妃安心歇着，本宫守着你，一步也不离。娘娘费心了，连我何时进殿都算得这么准。王妃有孕，本宫自然多备些。娘娘若真只是让我休息，何必亲自守在这儿？本宫与王妃投缘，这话娘娘自己信吗？汤快凉了，娘娘觉得我不该怕有毒，本宫不会害你腹中孩子。那萧凌风呢？皇上留下他，究竟想做什么？皇上只是想同成王说几句话，说几句话需要封侧廊、换房，把孕妇单独关在这儿。王妃多心了，你守在此。我要如厕，偏偏后头便有净房，不必出门。我要见成王。王妃，夜深了，让开。皇上只是同他叙旧，那便让我亲眼看看，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不能出去，放手！娘娘若再拦我，我不保证不会伤你。你出去也见不到他，外头全是禁军，你身怀六甲，能闯到哪里去？曹运初，你若真想他活，就留在这里。皇上到底要做什么？是要夺他的兵权，还是要他的命？萧玉疯了，前太子已倒，曹家也没了。萧凌风是他亲弟弟，亲弟弟又如何？亲弟弟才最可怕。你以为皇上为什么非要今日设宴？曹运初，只要萧凌风活着，皇上就一日睡不安稳。守住偏殿，不得让成王妃离开。你听我说完。我没工夫听你替他开脱。不是开脱，先皇真正的遗诏本该是传位给萧凌风。你说什么？先皇临终前亲口传齐公公拟诏，立三皇子萧凌风为新君。皇上只是暂代监国，根本不是先皇属意之人。那如今坐在龙椅上的人是谁扶上去的？齐公公，还有丽妃。丽妃怕萧凌风登基后追查纯妃旧案，便同齐公公改了遗诏，改成萧玉继位。是，所以他明知道皇位来的不正，还敢留着萧凌风？不敢，所以他才要除掉他。你不能去，皇上等的就是你出去。我留在这里，我就不是他的软肋了吗？娘娘，若今日被围杀的是萧玉，你会乖乖坐在这里等消息吗？你不会，你会拿命去换他一条生路。可我不能让你走。皇上若败，我与他都活不了；皇上若胜，成王也不能活。曹运初，我没有退路。瑶台有变，成王的人杀进来了。曹运初，你若踏出这扇门，你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三弟，交出兵权，朕保你一世富贵。你和运出的孩子，朕会视如己出。
臣若不交呢？今夜宫宴是局，偏殿是囚，御花园是杀阵。皇兄是要臣的兵权，还是要臣的命？朕若真要你的命，你还能站在这里？臣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臣的人已经进了宫。臣进宫前去过皇陵，见了齐公公，他把当年的事都说了。他一个老奴，妄议先帝遗诏，死不足惜。臣原本不信，臣本想今夜赴宴，与皇兄当面说个明白。臣可以交出5成兵权，携眷离京，但皇兄不会信，因为皇兄坐的位子，从来不是凭一个信字得来的。放肆！父皇当年留下的遗诏，上面写的名字到底是谁？臣今夜不是来夺你的皇位，那遗诏上的名字，臣从不稀罕。但臣的妻儿还在偏殿，谁敢动他们一根头发，臣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娘娘，外头，嘘，别说话。他输了，小凌风的人打到这里来了。娘娘说的遗诏是真的，所以皇上要凌风的命，不是因他功高震主，是因他活着就提醒天下，龙椅上的人不该是萧玉。你懂什么？他熬了这么多年，齐公公立妃，连他死去的母妃都算进去。他要名正言顺，谁也不能说皇位是抢来的。你走吧，趁我没后悔去找萧凌风的人。今晚的事与你无关。来不及了，曹云初，对不住了。您恨的是萧玉，不是凌风。您和我一样，都是被这个皇位撵过去的人。回去告诉萧凌风，他的王妃和孩子在我手里。三弟，你输了。你想要皇位，那个女人就得死。人不能什么都得到。父皇最疼的从来是你，我再用功他也看不见。那年大雪，他病糊涂了，拉着我的手喊三郎，没一句是给我的。让皇后放了他，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了断。放了他，朕不是来谈条件的。萧凌风，小玉，她是你的弟媳，朕连弟弟都不认，哪来的弟媳？你让她下来，我拿皇位换。皇位换他？三弟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父皇留给你的东西，从来不止这皇位。那年你7岁，发了3日高烧，父皇罢朝2天，亲自守在你榻前，太医换了一破又一破。朕那年10岁，得了11，差点死掉。父皇只是差人送了2根老参过来，连看都没来看一眼。你娘是他心尖上的人，你也是。朕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替着江山占着位子，等他真正属意的儿子长大。所以你篡了遗诏，
齐公公是你的人？是。父皇临死前写的传位诏书还是你，朕让齐公公当场誊了一份，把你换成了朕的名字。父皇那时已经糊涂了，按了印就昏过去了，再没醒过来。皇兄要的，我给。皇位给你，遗诏的事我不追究。朝堂上你的人我一个不动。你把运初放下来。好一个情深意重，可惜朕不信。你跪下来，跪下来求朕，朕就考虑考虑。萧凌风，还不够，朕要以死谢罪。你死了，朕就放他走。你自尽在此，朕即刻放他离开京城，给他备银票马车，让他走，再不追究。还有一件事，他的肚子不能留，留着是祸患。朕让他把孩子打了，这样朕的皇位才坐得稳。我拿所有东西换，皇位、成王的身份，所有兵权、幕僚、暗卫，我带他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这辈子不再踏入京城一步，孩子也不会行孝。皇兄，你放他一条活路，求你。你走了，朕就能睡得安稳。大狱里我说过，我要带你活着走出去。我还说过，你该站在最高处，该让害你的人跪着看你。闭嘴！后来我许过你，我许你做皇帝。你如今自身都难保，我这一生没几件事能自己做主，可这一次我自己选。小崽子，娘这回不能陪你了。娘娘，借你一条命。你疯了！阿楚，不要！阿楚！萧凌风，这次我没有食言。不！太爷，叫太爷！你说好的，带我活着出去，许我做皇帝，你又要骗我吗？哭什么？堂堂未来的皇帝。你别说话，太医马上来。萧凌风，许你的事我都做到了。王妃，你千万别睡过去，用力啊！凌风，我好痛。阿楚，不怕，我在。你把一辈子许给我了，你不许食言。恭喜王爷是个小皇子！
孩子，给我看看。是个男孩，真好。阿初，你会没事的。别费力气了，林峰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大狱里，我许你做皇帝，我做到。阿初，先帝遗诏在此，传位于三皇子萧凌风，萧绎篡改遗诏，现已伏诛，请三殿下即皇帝位，以定社稷。臣等叩见新君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孤接诏，拟旨追封曹氏运出为圣德皇后，入太庙。皇子赐名承安，立为太子。陛下，国本未固，后宫空悬，臣恳请陛下趁早进行大选，广纳六宫，绵延子嗣。不必。陛下，历朝历代从未有空置后宫的旧例，臣斗胆请陛下三思。那就从朕开始，立个新例。曹运初既已不在，这后宫便永远空着。谁再敢提选秀半子，同萧御余党同罪论处。父皇，儿臣已奉旨继位。父皇当真要离开皇宫，去那苦寒之地吗？这天下，父皇已经替你母后守了20年，如今你长大了，我也该去陪她了。承安，你要记住你母后的苦，这世上不该再有女子如她那般被当作气运和权力的筹码。儿臣对天起誓，儿臣在位一日，天下便绝不以女子命数做筹码。阿初，我把承安教得很好，你看见了吗？林峰，你来得好慢，我等了你这么久。阿初。